小齐呢是一位来自东北的新人演员，在学历这块儿，他有话想要和大家说，掌声欢迎小齐。哎，各位好，小齐，我是一个中专生，能看出我们今年啊低学历赛道不能再低了，再低是义务教育了。我中专生，我对我自己学历其实挺坦荡的，你知道吗？因为大学生怎么了，不还给人干外包吗？当我挺生气，有人学历挺高，但非要装自己是专科，就清华大学的，说自己是五道口职业技术学院，就导致我说出我母校炮台镇职业技术学院的时候，他们说啊，那其实呢？我说其实我是清华的，就我觉得哪里都有学历歧视，你知道，但上海不一样，上海是带着那种善意跟照顾的歧视，就那种他拿你当傻子，你又没法骂他。我去参加一个聚会，然后那组织者我一到那，他说啊，今天小齐来了，咱就别玩剧本杀了，咱们吃烧烤吧。我说你就算照顾我的智力，没必要当所有人的面说吧。那我跟别人暗示一下，使个眼色也行吗？就那种说，哎。还有一次我在后台，你知道推门一个演员说：“姐妹们，今天太抓马了。”小齐啊，抓马就是戏剧性的。我说 I got it。我是中专，我又不是大傻子。我感觉他们真的把我当傻子了。你有跟别人说中专，他们那个反应说啊，那你不像啊。我说我怎么能像一个中专？我一边说话，我一边摇花手。你好，我是小齐，你别太着急。真的别瞧不起我们中专，我们生产出很多有用的东西，对吧？手机、汽车、rapper。哎，开玩笑 ，rapper 没用。也不是东西啊。是的，我疯了。中专生就是爱 diss。真的，我们中专生特别好，我们很包容，懂吗？因为我们给钱就能上，老师不把我们当学生，你知道，把我们当甲方，天天卑微问我们的需求。老师说的最多一句话就是：“你们到底想干什么呀？”我死行不行？太包容了。我当时上中专14岁，我同桌21了，出去混2年回来上中专，新来个科任老师23杠，到大学毕业，你知道第一节课特别紧张，在那啊，同学们好。我那一刻觉得我同桌比他成熟，因为他开始安慰老师了，在那说就别怕，老师啊。哥几个不是什么坏孩子。他确实不是坏孩子，21叫坏人。但他也干好事儿，你知道，2句话，老师吓得回去考上研了。我们能快速的从实践中学习到知识，懂吗？
比如当时我在学焊接，我第一节课就给我发焊枪跟钢管，我都开始动手了。老师才说出第一个知识点，说学焊接最重要的是先戴好面具。我就开始摸面具。我说老师戴上眼睛就能好啊。那个知识点我一下就记住了，就算之后没有面具，我也会用美团闪购。30分钟送达，面具这么小众的东西，想送就送。老师教会了我焊接，但美团闪购给了我光明。啊，当然还有钱。真的，坦白说，我中专特别好，你知道吗？我知道今天可能有什么博士、有硕士，但有机会真的一定要上一次中专。没上中专这辈子白活。因为我们中专的人太可爱了，我们是心态最好的一拨人都。因为上中专就代表你从小经历批评、谩骂、侮辱，但是你仍然不往心里去。真的稍微心态不好一点，上大专了。我小时候老师跟我说什么？说你这样你长大能干啥？门口大树都比你强。你们听到这个话，第二天老老实实看书，我开开心心砍树。我发现真的学历越高越容易焦虑呢。就比如我个朋友吕博伟，都水硕，都硕士了，还天天说啊，我只是一个水硕，我能不能找到好工作？你知道我们虽然中专天天想的是什么吗？坐地亡我，斗苍天。这是一个神经病。夺得了皇位已成仙。谢谢我的中专校友。朋友们，你们找工作，我们要当皇帝了。我来大城市都被你们带的焦虑了，因为网上说话特别难听，说什么中专生愚昧。我晚上都睡不着觉，想我是不是真的很差呀？我回老家，我问我同学，他一点也不内耗。我说你知道网上总说中专生愚昧吗？他说中专生愚昧是哪个平台的主播呀？不内耗了，朋友们。中专生就是愚昧。但我最开始跟你们一样自卑过，因为我发现我的学历敲门砖不是很硬，你知道，很多大公司很基础的工作都不愿意要我们。但直到我遇到一个 HR， 他跟我说不要你们，不是因为你们愚蠢，是因为你们身上没有学生气。加班规定你们容易当刺儿头。我说怎么大学生那么聪明，无偿加班就忍着呀？他说对呀。我立刻自信了，我知道啥叫学生气了。你们没学过生气吧？还美呢。资本选择你们是因为你们顺从，资本不选我们是因为我们太强大了，他们怕我们。所以朋友们，现在有个双赢的办法，以后资本再欺负你，什么无偿加班规定，先别找律师，找中专。我们会拿着我们的焊枪，老板别怕，哥儿几个不是什么坏人。然后把他门给焊上。老板用你的学历当敲门砖。哇，太强了！
所以没必要焦虑，朋友们，你们天天往上看，你忘了全国有40%的人都是中专生，但是忽略掉了，可能因为我们生活中不叫中专，我们生活中叫做师傅。这个有小齐师傅，谢谢。冠军！来，各位，把你们的手从两手相拍到两手分开，拿出手中的按键器 ，OK 键确认才是有效的票数。小齐锁票倒计时。厉害！冠军！小齐不缺冠军，不缺冠军，已经是冠军了。小齐在今年的汉枪冠军，单铃的线下大赛里面已经是冠军了而且他以最快的速度就被一个老奸巨猾的老板牵走了。那个老板叫韦大爷哎呦，伟大爷人才这么多呀！对，然后现在小齐也在校麻俱乐部冠军，哇，太帅了！实至名归。来，各位，哎，怎么了？罕见的现象，罗老师是最先拍灯的我们这个舞台上出过很多超级好玩的无厘头选手，他说的很精神病，东一下西一下，他一直在讲大专生的这个中专生，不好意思，冒犯了。刚才还说校友呢，大专得考，全是中专生的骄傲和自豪和这些东西，但是你们仔细听他作品是很有深度的，他一点都不反智，他只是从人性的角度讲说你们是不是受了高等教育得到了更多的束缚，我还比较本色更正常什么，宣传了低学历的优势，同时又不反智，所以真是他这个作品要什么有什么，特别好，不同角度哈，就是让人倍儿宽心感觉啊。小齐这演出的时候跟拨浪鼓的，那头发一直这么晃。特别像那芝麻街那个手，那手当袜子那人疯了就是那种感觉，太好玩了。就是怎么发现自个儿在台上就可以这样，然后因为中间有一段就得说跟哥们儿走啊那个。致敬王大刀女士。好有意思呀！那段他没有想耍帅，你明白吧？是不是？那段你想玩的是那种上学的时候一块儿二溜子，那帮孩子那种二溜子痞了痞气的那些。你刚才这样的时候，底下一帮女生说好帅呀！姐姐们吃点好的吧。他们误会你了啊！因为尤其看脱口秀吧，就有时候会被就是说总是要思考或者怎么着，各种层面上，这种感觉是一种释放。他特别难的地方，他就是又是强文本，又是强表演。对，要什么有什么。我先跟罗老师表个白，我想。哎呦，其实我是罗老师的狂热粉丝。我不信，我把你纹在身上了。哇！什么也弄肚脐眼里了？这是我这边能干嘛？罗永浩，就是罗老师就是我，他的视频我都刷包浆了，因为我很共鸣，因为我也创业过，然后失败了，然后欠了一些钱，失败了对吗？也失败了，也失败了但肯定没您欠的那么大。我这钱，然后跟您一样都来自小城市，然后您学历也不太高，我记得。是，你刚才说中专生的时候说咱们是什么共鸣，其实错了，我是高2辍学。应该比中专低吧？你是中专毕业对吧？我中专能再找优越感。没想到啊，老师谢谢。没有，我还是感到了亲切而不是冒犯。对，海纳百川啊！因为是您让所有人知道我们这种性格叫做攻击性人格，而不叫精神病。对，是。所以我特别谢谢罗老师。好，谢谢小齐。来，小齐在这儿稍微休息一下，来看一下和小齐 PK 的，也是大家的老朋友。去年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他有话直说，快言快语，让他强势出圈。掌声有请张慧。Hello， 大家好，我叫张慧。去年上完节目之后，我接到了一些我没有想到过的工作，因为节目上我讲了经常阻止公司同事在楼道里抽烟，就有控烟机构找我来拍控烟宣传片。我立刻就去拍了，
因为我真的很想表达对被迫吸二手烟的这种困扰，真的很影响我们健康，对吧？对，而且那个烟味会粘在衣服上、头发上散不掉，那个烟味很容易腌入味的。我希望这个片子很多人能够看到。后来在他们视频网站上线之后啊，播放量52。很难说是一个控烟宣传片，更像是一个控烟私密作品。后来我想了想，确实不知道有谁会看这个控烟宣传片。不抽烟的人不需要看，抽烟的人也不看呐。别说控烟宣传片了，有些抽烟的人都不看禁烟标识啊。我都怀疑禁烟标识上那根燃烧的烟头对一些人来说是不是抽烟的提醒啊？该来一根了。有一次我在楼道里看到一个陌生人就站在禁烟标识下面抽烟，我阻止之后，他还反问我：“你哪里的？”我说：“我山西的，怎么了？”我经常阻止别人抽烟，身边有些人就叫我烟雾报警器。我一去，他们就说别抽了，张慧要叫了。结果还是有一次跟几个同行在餐厅包间吃饭的时候，有个人把烟点着了，我特别惊讶，我说你怎么回事？我还在呢。他说我就是测一下你灵不灵，挺灵的。然后他就叫了几个人准备一起出去抽，这个包间呢马上看着就要空一半，有个人就说你们就在这儿抽呗，让张慧出去就好了。我特别生气，气得我差点想把这个房顶都给掀了，但我肯定不能掀嘛，不然他们就是在室外抽烟了呀。我已经发现了，朋友们，大部分抽烟男权人，当然我不是说全部啊，我觉得大部分抽烟男权人都有个共同特点，都是男的。哎，你们是不是觉得我要开始骂男人了？是的。我也不是要搞男女对立啊，我就是想说那些在公共场合室内抽烟没素质又自以为是的男的，说他们买烟的税养活了国家的航母，不能陷入他们的逻辑的朋友们，他们怎么不说抽烟生的病花了国家多少医保呢？还好他们寿命短，也省了不少。还有男的说自己烟瘾太大了，控制不住。我不理解啊，男的怎么连自己的上半身都管不住吗？听到这里笑不出来的人啊，可能现在已经在想怎么给我的演出差评了。网上说让男人做事很简单，第一，发出简单直接的命令，让他知道怎么执行；第二，执行之后给他奖赏。那我们能这么说吗？把烟掐掉。谁是把烟掐掉的乖宝宝呀？国外有个叫不丹的国家就非常直接，他们训练出了可以闻出烟味的警犬，只要室内有烟味，警察警犬直接破门而入，他要不松嘴，狗也不松嘴。没有什么劝阻不劝阻的，因为狗是不管它能不能看懂禁烟标识，狗是看不懂禁烟标识的。当然了，我是想说，反对二手烟的本质是我们对个人边界的维护。不管是男是女，我都希望他们不要在我面前抽烟，也不要在马路上随地乱抽，也不要都站在风口上抽。我每次不得不屏住呼吸，加快脚步超过的时候，都在想，马路上既然有交通警察，能不能也有禁烟警察？每个禁烟警察就配一把水枪，看到乱抽烟的人就给他滋灭，让他记住走路不抽烟，抽烟不走路。上海已经在管控这种油烟了，但是呢，全国很多城市呢，控烟规定还不太一样。之前徐娇在长沙餐厅阻止一个男的抽烟，那个男的特别理直气壮，他说这里是长沙，说没有禁烟标识，管不了他。哎，猛一听还挺有道理的啊，他想看禁烟标识是吧？那我们以后出门自己带。
我走到哪就带到哪。还有人觉得控烟只是1线城市的事情，我不同意。我觉得不管几线城市人都可以站在禁烟的1线。所以今年我在节目上，我想讲这段内容，因为我们的节目全国播放量远超52%。而且我研究过了，我们节目会投放在电梯里、网约车里，这些都是禁烟的老大难场所。既然我们难以劝阻，那这些地方的屏幕就可以反复播放一句话：谁是把烟掐掉的乖宝宝呀？谢谢大家，我是张慧，谢谢。张慧的锁票倒计时，再次掌声送给张慧。因为张慧从去年，她给了我一个我人生中从来没有这么想的一个角度。因为去年她说事儿多的人其实是我们有时候会嫌弃人事儿多的人，但是恰恰是因为事儿多的人帮助了我们把那些烦恼的事儿、麻烦的事儿给解决了。对。然后，所以那些我们才能嫌别人事儿多，对吧？就是才能让我们事儿少。所以他这个角度，我觉得每回都会让我有一些新的体验。所以这回我这个灯我一定要给你拍，就是这样。谢谢谢谢。我没拍灯的原因是觉得这个作品可以再好玩一些。你在里边传递价值观或你的想法，这些本身没有任何不好，非常好。就是好玩的程度感觉稍微有点不够，所以我虽然很喜欢你的个性和这个主题，但是没拍，希望你理解。好，谢谢。来，请小齐回到台上。在2位的表演全部结束之后，看一下小齐和张慧他们的最终票数是。哇！冠军了，297。冠军！小齐得到了截止到目前为止的最高票数，所以我们297票的小齐，恭喜你进入到晋级区。张慧进入待定区。